这个斯里兰卡在前几年破产，你想先听搞笑还是先听正经？可以选啊。可以选。所以他排了2个小时，做了5分钟，然后有什么也没有解决。像斯里兰卡义诊这番爱烧了多少钱？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因为我们那些重要全部都要给医药、医疗用品，而且我们要用军需规格的那种重箱子装。嗨，大家好，我是 PJ。那今天这一集呢，是来为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去斯里兰卡义诊的经验分享。对，那邀请到的是我姐。嗨，大家好，我是 PJ 姐。那我们要开始了吗？不然嘞。好，那我们就开始啦。当初为什么你会想要参加斯里兰卡这个义诊？你的动机？我是去年6月参加的，然后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陆主会，台湾陆主会，专门做义诊的组织。它其实在台湾生根已经快30年了，然后当然还有台湾的偏乡地区的义诊。总之，为什么我会接触到呢？因为我那时候有短暂在里面工作过，大概3个月吧。反正我本来就是对国际事务是有兴趣，我就上网去搜寻，然后就找到义诊。因为我本来以前就是做护理的嘛，所以就会对于去国外做那种医疗行为有一种滤镜嘛，就是感觉很热血。每次都是纪录片看别人做这件事，自己实际要下去做做看。对，但其实我觉得实际做的跟看到纪录片那种是有点不一样。所以你是说你当初是在陆主会里面工作，所以意外接触到这个去斯里兰卡义诊的工作资讯，他有要求你们这些要去的人要具备怎么样的能力吗？因为是义诊团嘛，国内的话比较限制比较少，当然它还是有人员编制的问题。但如果你是去国外的话，你知道，因为是义诊，对，首先你要自费啊，自费。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做这个行政位，所以就是要帮大家 run 那些行政流程，所以比如说办签证啦，然后处理团费事宜啦这些，对，所以如果你想参加义诊的话，其实第一个就是自费，自驾就是你也要自己请假顶多我们可以提供公文证明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医护背景最好，但如果那个职位满了，其实也是有几个纯志工性质，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想来纯一个热血也 OK 的。斯里兰卡是讲英文吧？对，但是如果你不会讲英文也没关系，就是热血青年。我跟你讲，义诊真的就是只要有心想来就来，因为很多大哥大姐他们都是就这样，用爱在燃烧。对，他真的就是自费自驾，然后就这样来。那想问一下说像斯里兰卡义诊这番爱烧了多少钱？好，来回机票就占了大概2万多块、3万块。它包括一些什么游览车钱啊，它就是会收一整笔团费，收了2万6，只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工作人员身份出访，是单价。了解。对，但当然就是全额大概整趟下来5万多吧。团费就包括所有啊，吃东西、住宿所有，因为我们就会委托他当地的合作组织去帮忙办。5万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其实你就等于去斯里兰卡旅游的价钱。对，只是你的性质不一样。对，只是你是比旅游还累。对。好，那我们就来进入重头戏了。那你们就是这次义诊的地点是在斯里兰卡的大概哪个位置？那里的医疗环境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到时候会发 Google 的地址。对，好 ，Google，叮咚。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去2个地方，然后当地那时候淹大水，所以我们紧急支援了2个村庄，而且那时候拉车拉了5个小时，多于5个小时才回来5个小时。当然，我们首先抵达的是它的首都叫科伦坡。科伦坡。科伦坡很有名嘛。那科伦坡其实长得就跟一般的都市一模一样，然后靠海。可是它百货商场很多，因为它是首都。首都嘛。对，就是往南部走，开了5个小时，然后到了一个巴兰哥达这个地方，在那个村庄义诊了1-2天之后，又回去。到离科伦坡比较近的另外一个村庄，总共就2个地方。那你的医疗环境？现在先说一件事，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斯里兰卡在前几年破产。对。所以这个国家破产了呢，美其名它有一些健保或福利制度，但就是破产了，所以等于没有人在努力。
就是你可以去医院哦，是 free 的，但是里面没有人啊。对，就再补充第2个小知识，斯里兰卡捐了非常多的眼角膜到台湾。当地人卖的嘛，因为没钱，他会把自己的器官捐出去。所以当时有一个来义诊的眼科医生就跟我们讲一些小秘辛，他就有提到斯里兰卡是一个台湾很大的供应的国家，眼角膜供应商。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到医院里面去，因为义诊本身它是可能开一个活动中心封闭，然后就直接给我们义诊团进驻，就像照片那样。对，我们当时也有移动到村庄的时候，也有跟当地新盖好的一个医院配合，所以里面有一些员工，他们可能就观摩一下我们是怎么样运作的。但说实话，义诊真的太短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很有 system 的让他们去学改变一整个体系。对，这有点像新的刺激吧。哇，当地的病人事件吧，分享一下。很多，好，比如说2个，不能太多，最多2个。你想先听搞笑还是先听正经？可以选那小故事，搞笑的。好，就这样搞笑。就比如说他们排队，然后我觉得很像他们在抢周年庆，然后你就会帮他们排一排嘛。结果呢，那个你在帮前面一个看诊的时候，因为我的职位是负责医生前面的，有点像行政室，比如说拿他挂号灯啊，看他什么状况之类的。然后你就会看他们排队，因为他们就会都很想看一下医生在干嘛，然后可能就要排在后面，排在外面，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前排越来越挤，越来越挤，然后我就会说 get out， 出去，里面有冷气吗？没有，就很好笑，就很奇怪，然后他们就全部叠在一起，然后就开玩笑，然后全部就散开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是，当地讲的语言，斯里兰卡主要在80%讲的是圣加罗文，所以其实跟你们语言是不同的，完全不。80%是讲斯哈拉圣加罗文，然后大概有15%的人是讲泰缅，然后还有很多方言。所以如果老人家根本听不懂英文怎么办？就当地有一些中学、小学、大学的学生来做那个社会服务。我可能帮我们有一些姐可能不会讲英文他想说我翻英文给小孩在翻方言翻这样，然后就翻给老人家听。后来我就觉得这样太慢，因为有时候小孩去上厕所，我们还得等他，然后我就把一些单词抄起来，用那些电语讲。了解。严肃的故事，其实就跟刚刚那个背景有关，因为斯里兰卡破产，医疗环境很糟。那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他们排队光挂号可能等2个小时，实际坐到那个医生前面的时候，医生就问他说他心状况，但你完全看得出来他瞎了，他已经瞎掉了，但是他可能就听闻国外有医生团要来，他觉得国外医生比较厉害吗？所以他就来了。但坐在那边医生也只能跟他讲说，那你只能去医院，但他们医院又没人好。是一个死循环。最后他就坐在那边5分钟，然后听到医生说他要整去医院，然后单子塞给他之后，就一路有人把他搀扶出去。所以他排了2个小时，坐了5分钟，然后就出去，什么都了解。你会觉得好悲伤的，很悲伤，你会觉得那到底，但不是要质疑说我们到底能发挥多少功能，你也知道短期内就是啊，这种东西要长期治疗才可以解决的。对啊。好。悲伤，好沉重。好，那你这次在义诊中，你都做哪些职位？就是我本来是在就做行政嘛，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其实是做财管的协助。对，因为我们是有另外一个财务的，但是我就是负责其他行政流程，然后还有翻译完全就是后知后觉，因为我去到现场以后翻译团混，姐们其实都很有经验的。所以他们就会用很简单的单字片语去跟学生讲。对，但有时候，比如说接洽，然后要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得用英文。第3个就是门诊或是那个排队动线乱什么的，我要下去协助。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训练方式，因为你每一次去义诊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场地长怎样。对。所以比如说我们有去一间庙、寺庙，然后它有超多柱子，然后你就会看到姐们很熟练，他们就开始分配说哪一科在哪边，然后挂号完以后病人动线怎么走，然后因为排队人也很多，排队怎么排。然后有时候想说，这东西听起来好像还好，但实际上你要下去规划的时候，动线是一个学问。你们都是当场临场开始安排，你不会事先拿到场地图？完全不会，就这种很考验现场反应能力。
对，就像临时我们有加场去某一间村庄协助嘛，你去到现场就是桌子椅空没了，然后有没有窗户，然后店没开，然后你就去的时候前1个小时这些东西你都 set 好，器械摆哪，动线流程，然后接洽人，就是完全考验临场反应，我就觉得蛮酷的。所以你作为护理师背景，你有实际做护理师类的工作？有鉴于那个我已经离临床有一段时间，然后现场那么多专业人士，大家在医疗这方面很 carry， 所以就没有必要使用到你。我觉得是这样，没有，应该说适才适用。对啊，大家彼此分工嘛。那你觉得这一趟旅程花了5万多块，然后除了疲惫感，你还有得到什么东西吗？因为我5万多块，我可以去斯里兰卡单纯去玩嘛？你觉得跟义诊带来的经验是怎么样的一个？好，我讲软性跟硬性的测量。软性就是因为我本来喜欢的旅游性质就是比较贴近当地生活跟接触人民的，那他们的文化。我这一趟其实学了不少单词，虽然都是跟眼睛有关的，看不看得到，或者是影响之类的这种词。文化这种东西是你在书上看到、影片看到，但实际上接触的时候是不同的，所以它是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受。还有我们实际去的地方也不是观光景点，所以你是完全可以看到它当地的融入当地。虽然他招待我们可能就是会去比较好的餐馆，但是有一个其实蛮感动的故事，就是大家应该很久没到过。是那个三民主义那个，对，阿国旗歌。但你知道当时那个医院启用典礼的时候，就没有拿他们给的花，然后我们就排队进场，他就然后我们那时候当场整团人都在那边哭。你在你的国家很久没听到国歌，可是你在一个异地，在一个丛林里面，然后你就听到那个他们用那个很破的喇叭播我们的国歌，然后我就觉得听到国歌那刻觉得好像有点感动。我的国家竟然可以影响到这一个地方。对。我自己的旅游不太一样，我旅游我就跑大自然景点、观光场，但是我觉得透过义诊的方式是，你如果更喜欢当地的人文啊，就是实际的他们的生活情况这些的话，那我觉得义诊感觉也是一个很棒的。对，补充一个，刚刚学到的东西那是软性的，接触到文化跟人文嘛，但是硬性的部分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你临机应变。比如说我们在机场有故事，大家可以想象，你出国的时候不是会带你的手提行李跟行李箱嘛，行李箱可以托运，对吧？对，夹放都托塞里面。但是呢，因为我们那些重要全部都要给医疗用品，而且我们要用军区规格的那种重箱子装，所以其实所有的托运重量通通都给医疗用品。所以你去大概8天，你只能装在那个7公斤行李，然后会遇到什么状况？比如说海关扫泡的那种清理剂，还是牙医用的那种消毒液体类的，那个过安检，然后海关直接说是什么？就拿出来，然后又要扣留或什么的，然后你就得要拿出一些医疗物资清单，然后跟他解释，然后或者是拿出一些邀请函，比如说当地的文件得先准备的非常齐全，对，论外交还是detail 的东西都必须准备好。对啊，然后穿着这些你也不能要求太高，因为你就只有几件衣服可以塞。我们要穿制服，汗流浃背嘛，33度高温没有冷气，然后一整天。你的汗水一定是非常多的，所以你回去洗完以后，你要怎么样让快感是一个窍门。所以就是舒适度可能不会像旅游一样那么舒适，但是你就是换一个方面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人文。对，没错。那你会推荐别人也做做看？怎么样性质的人你会特别推荐他？要具备哪些能力嘛？不然招来一些小白脸。首先我觉得要参加义诊的话，要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是去享受，对，以服务为热忱出发。就像我讲，如果你很喜欢人文，想要接触当地的生活的，就蛮适合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对如果人生很迷茫，去一下。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他
在生活中毫无价值。但是如果你去参加一些义工、志工或者服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贡献或者付出的力量很多。就像我讲，其实去义诊的时间很短，但是你可以发现你的价值。对，我参加了那么多志工的，本来就会探讨说服务是服务谁。有时候你去那么短时间，感觉好像是对方来服务，因为他作为一个启发你的人。啊，了解。你被启发，好像你被你可能物质上你给他帮助，但心灵上是他给你比较多。对啊，了解。其他还有想要看到这个国家不是他要秀给你的，是他实际内部的状况。就像斯里兰卡其实观光也蛮，它的自然景观很多。斯里兰卡狮子岩哦，因为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去研究，但是我看有一些 The Rock Fortress， 你去看那个。所以你们去8天嘛？8天都是在志工，没有任何一天。我们只有最后半天在科鲁莫的那个百货公司 shopping。斯里兰卡临时场。因为最后一天临时加场，不然它可能还有本来其他还有，就是你即便在那个雨林里面，在村庄里面，你也会看到费旁寺。家谱寺比但你是哪家盖的？精神象征。好，那这一集就告这边一个段落啦。耶，斯里兰卡，其实之前有做一集 podcast 的，那想说这次来个影片版。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要贴入主会的网址吗？可以。好，入主会网址我就丢在底下留言栏啦。对，那就有兴趣的都可以去问我看。那这就是一个经验分享。去国外不一定是透过旅游的方式，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去体验不同的方面。我去旅游是因为我可以分享东西，对吧？那这个透过义诊的方式，我是觉得也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受到一点启发啦。那我是 PJ， 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See you guys， 拜拜。冷气，好热哦，好热。